我现在到了 Nova Scotia 西南部最大的一个小镇 Yarmouth。这个小镇也可以说是 Nova Scotia 南部最大的一个小镇，有人口1万多人。现在我要去它的一个信息中心去看一看，然后再去看一看这个城市。Yarmouth 这个小镇过去是阿卡迪亚人居住的地区，由于在和英国军队的对抗中呢失败了，阿卡迪亚人就被驱离了这一带。但是在1860几年之后，有一部分阿卡迪亚人呢又回到了这里，又重新在这里建立起了自己的社区。后来也在这附近呢又建了大学。阿卡迪亚人的社区呢在 Yarmouth 这个小镇是比较少。现在这个小镇的发展是以英国元素为主，它的城市很多的过去留下来的历史遗迹、历史烙印，都是有英国元素在里面。今天的 Yarmouth， 它的经济的发展是旅游业、渔业以及种植业这3种行业。种植业，因为这一带的地势呢相对来讲是比较平坦，起伏没有那么大，适合种植。这也是阿卡迪亚人过去为什么在这一带定居的原因之一。它的捕鱼业也是非常的强，这是因为它一出海就是面临的是大西洋。它这里呢由于有阿卡迪亚人的一些个元素在里面，这里也是吸引游客一个非常主要的因素之一。而它的文化呢也形成了一种交错的一种文化。虽然阿卡迪亚人在这里依然保持着独立的一个社区的存在，但多少也是受英伦文化的影响，也会有些改变。这个就是阿卡迪亚人的一个商店，有了这个标志，有了这个旗子，就证明是阿卡迪亚人的。这里就是 Yarmouth 这个轮渡所在的位置，这个轮渡是连接美国缅因州的。这座教堂就是英国人在18世纪末建成的。这个小的地方是纪念出海的人们在海上遇到了事故而丧失了自己生命的人们。这个就是纪念住在这个 Yarmouth 这个县所有的附近的居民，因为出海而在海上失去了他们的生命。这里最早记录的应该是18世纪，你看，这是1765年到1770年失去的人。在这记录最晚的是2021年，有2个人因为出海遇到了事故，失去了他们的生命。这个呢还有补充的，有遗漏的，然后在这儿又补充。这里记录了大概有2000多人，这些人过去都是生活在这一带区域，有的是因为出海打鱼，
有的是因为坐船去其他地方遇到事故而失去了生命。现在我来到了亚莫尔斯港湾的对面的一个灯塔，就是这个灯塔。一会儿上去看一看，先在周围的地方转一转。这个灯塔是在 Visit Center 的时候，一个工作人员向我推荐的。这里距离那 Visit Center 呢有12公里。对面就是亚莫尔的一个城区。这里号称是 Nova Scotia 连接世界的一个起点。到了前面这个石头，就是大西洋，就离开了这个亚莫尔斯这个港湾，那么就可以通往世界各地。很多人在这儿弄了标牌，距离自己的家乡有多少公里？这有到比利时的5000多公里，以及到俄亥俄州的1000多公里。因为这面有个轮渡嘛，到缅因州直接坐轮渡过去之后，应该还是很近的。就有到温哥华的、科罗纳的，还有到澳大利亚的1万多公里，还有到泰国的、波兰的。巴黎，在看了很多的小镇以及人文历史之后呢，就需要这种自然的风光来调剂一下。从 Nova Scotia 的温莎一直沿着 Nova Scotia 西南的海岸线那么行驶，一直都是在了解阿卡迪亚人的历史，以及新英格兰种植者与阿卡迪亚人的这种恩怨。到了亚莫尔斯这儿呢，也应该了解了解这的一些自然的风光。随着夕阳的落下，结束了在小镇亚莫尔斯的一天的行程，我也就该休息了。今天晚上就在亚莫尔斯过夜。好了，这期的视频就到这里了，下次见。